帮堂妹送货，她却说我把货弄坏了，张口让我赔200万。我急了，说这一趟我就收你60油费，搬货还免费。我一路轻拿轻放的，东西怎么可能坏？她立刻哭天喊地，骂我推卸责任。她带来的人凶神恶煞，推搡着让我赔钱。我被逼后退时摔倒，后脑磕在台阶上，当场死亡。我死后，堂妹将我的死伪装成意外，又去逼我爸妈卖房赔钱。这是一笔糊涂账，警察也管不了。我爸妈一夜白了头，被堂妹带人催债时被推下河，活活溺死。可堂妹就在岸上看着他们沉了底。我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货一眨眼的功夫就坏了呢？我不明白为什么只是送个货就全家死绝。再睁眼，我重回运货去堂妹公司的路上。哥，你到哪里了？东西挺急的，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送来啊。堂妹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我本能的踩下刹车，险些发生事故。额头上的冷汗悄然渗出，我轻轻握紧电话，感受着手部的触感，牙齿慢慢咬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电话挂断，我愤恨地拍了一下方向盘。上辈子失业半年，为了生计，我不得已去跑了货拉拉。上岗不到半个月，一贯爱占便宜的堂妹给我打电话，说想让我替她拉件东西。我建议她走平台有保障，她却大大咧咧摆手说走平台钱都让平台赚去了，还不如直接给我。可实际上，我心里清楚，她不肯在平台下单，不过是因为平台价格公开透明，先付款后服务。亲戚知道的，她这样私自下单，能给我多少钱？要多了嫌我不通人情，要少了我又亏时间和邮费。思来想去，顾及亲戚关系，我还是选择让她占点便宜算了。最后我只收了点油钱，还包给堂妹搬货送楼上。可谁又能想到，简简单单几乎赔钱的一场运输，居然让我全家死绝。深吸口气，我就近停车，马上把电话拨回给了堂妹。堂妹，我的车突然抛锚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严不严重？用不用我派人去帮你？你自己搞得定吗？堂妹一副关心的样子，听起来没什么破绽，一时半会修不好了，你在平台下个单，找别的司机师傅过来取一下吧。说实话，我其实很想直接拒了这个活，那样就没有后续一系列的事情了。但眼下大家还是亲戚，我也没有合适的理由直接拒绝，这烫手的货还在我这儿呢。但让人意外的是，表妹居然同意了。哥，你看我们的货确实挺急的，实在修不好车的话，那我就下单让别人拉了。放心吧哥，到时候钱还按之前说的给你啊，别担心。我微微诧异，这么轻易就放过我？难道前世的事不是堂妹搞出来的？行，那你尽快吧。电话挂断后，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于是打开车厢，再检查了一下那几箱即将破碎的价值100万的货。上辈子我送货到公司后就离开了，而表妹追出来时给我看的是物品损坏的照片。从我回头到她追出来那段时间，物品始终不在我的视线范围内。但我现在疑惑的是，我和表妹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怨？因为我很确定，上辈子我开车平稳，一直轻拿轻放，绝不可能碎成照片里那个样子。如果她仅仅是为了敲诈索赔，那完全可以在平台上随便下单，随机坑人。为什么偏偏就是专门选中我？现在又是为什么同意让别人来接货？我大脑一片混乱，但也不准备再想了。只要东西进了别人的车，这件事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至于堂妹，以后能躲多远就躲多远。可万万没有想到，本应该在公司等待接货的堂妹居然来了现场。她一下车就立刻小跑过来问：哥，怎么样了？车不能动了。来，钱你拿着。堂妹塞给我100块钱，做事就要上我的后箱，能看出来她是准备验货。我立刻阻止她：堂妹，车修好了，我刚准备给你打电话呢，想告诉你不用派车了。堂妹愣了一下，没关系，既然车都来了，我验下货倒个车就行了。还是别了吧，东西倒一次别给弄坏了。我一边说一边拉开堂妹，顺手把后箱关上了。堂妹尴尬一笑，但是人家师傅都来了，让人回去不合适。没事儿，我免费帮你拉。我直接把那100块钱给了新来的那个人，将他打发走了。堂妹再说不出什么，只能一直跟那个师傅道歉。上了我的车后，又拿出了一张钞票。哥，你这失业都半年多了，也不容易，钱怎么能让你付呢？边说着，他一边把钱放进了我的仪表盘。听语气，看表现，似乎是毫无破绽。然而，他刚刚准备上车验货的动作已经使他暴露了。如果不是想害我，他完全可以在公司等着，根本不需要来现场，更不需要当场开箱。我用余光扫了他一眼，主要在观察他的手上和衣服兜里有没有藏什么东西。眼下我就在跟前，他想耍花样就不可能明目张胆的摔，结果还真被我发现了端倪。他的左手一直握着右手腕部，中途接电话时，他也是下意识将右手放下去，似乎是在掩饰什么。察觉出他的意图后，
我心里的石头落下去不少。等送到你们公司，我全程盯着你验货，看你如何做鬼。路程大概有1个小时。在车上，堂妹时不时的就会跟我聊几句，我则装成无心的问了她一嘴：拉的东西是什么？贵吗？堂妹爽朗一笑：贵，可贵了几百万呢。几百万？这么贵咋不早说呢？走平台多稳妥呀。没关系的哥，我是非常相信你的驾驶技术。另外走平台也太麻烦了。我面部紧绷，皮笑肉不笑地道：弄坏了的话，你哥我可赔不起啊。堂妹笑着拍了拍我的肩：坏了也不用你赔，放心拉吧。呵，听到这话，我内心冷哼一声。上辈子送到公司后，我前脚刚出门，他后脚就跟发了疯似的跑出来，简直跟平常判若两人。一边嚷嚷着我弄坏了他们的东西，一开口就索要200万赔偿。我试图跟他解释，可他压根就不听一句，像是提前安排好的一样，马上就有一群凶神恶煞的人跑出来推我。我被谩骂，被围堵，他们的骂声远远压过了我的辩解声。我简直就是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，直至被他们逼到后退，结果不慎跌倒，摔破后脑惨死，到死眼睛都没闭上。就这，明显就是冲着坑死我来的，还口出狂言说不用我赔。我心下一凉，同时在脑中不断回想，到底哪里得罪过他？照道理我这个人一向随和，别人占了便宜也不太计较，没道理能让人这么记恨。难道是因为以前借钱的事儿？几年前，堂妹的爸爸，也就是我叔叔，因癌症住院。大家都清楚，癌症就是个无底洞，加上叔叔家本就不富裕，亲戚都躲着不想借钱。他们家四处筹钱，但也没筹到多少。反倒是我家听到噩耗后，第一时间送去了2万块钱。叔叔一家感激涕零是真的，能看出来。但是后来随着治疗深入，大把钱扔进去都没看到什么水花，四处求人无果。婶婶大半夜跑来我家哭，哀求我家再出钱救救叔叔。毕竟是我爸的亲兄弟，我爸实在看不下去，还想继续拿钱。可所有人，包括叔叔一家，不是不知道，我爸本身也是癌症患者，长年累月的靠化疗和把象药治疗才能活着，每年光治疗费用就高得吓人。如果再把钱借出去，那我爸的命也不用要了。我妈和我商量，说我爸想继续帮忙，这个钱要不要借给叔叔一家？说是商量，其实是向我诉苦。那是给钱吗？那是给命。我承认我有私心，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我叔。虽然我对亲戚一向很念感情，但2选1的话，我肯定选我爸，所以我出面拒绝了，直接表示顶多再借他们2万，我家里真没钱了，这2万我也得问别人借。那天婶婶没说什么，拿着我借来的2万就走了。后来没多久，叔叔去世了，到现在为止，他们也没提过还钱的事。我能想到和堂妹的所谓恩怨，就只有这一条。可我依旧想不通，这事儿发生以后，他们家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，难道是因为隐藏的深？想到这，我余光看了一眼堂妹，索性直接问她：堂妹，最近手头宽裕吗？堂妹愣了一下，还行。怎么了？我扯了扯嘴角，直奔主题。你也知道我失业半年多了，我爸那边还需要买药化疗啥的，叔叔患病那会儿，你们家从我家这里拿了4万。堂妹沉默了一会儿，这件事我不清楚哎。我仔细观察着她的面部表情，肌肉明显有绷起的迹象，看来就是这件事没错了。她还在这愤恨我们一家呢。可救急不救穷，当时其他人全都避之唯恐不及，就我们一家伸出过援手，要不是我们给点那几万块，他爸甚至活不到那么久。他不恨那些没出钱的人，不感恩我们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有脸以此为由来害我，连屡次帮助他们的我爸妈都没放过，还是人不是？上辈子我被冤枉，后脑磕在台阶上暴毙，灵魂飘荡间目睹了堂妹接下来的暴行。她先是带人跑了，旁人只以为我是自己摔倒意外死亡，然后在我的葬礼上，她拿着伪造的证据和破碎的货物跑到我爸妈跟前索要赔偿。葬礼被她带去的人砸得乱七八糟，我骨灰差点都给扬了。无奈之下，我爸妈只能报警。可这是笔糊涂账，警察也没办法立刻断案。但是堂妹却不依不饶，继续骚扰恐吓。我爸妈一夜白头，被一群混混追着催债时，不慎被推入河中，活活溺死。而堂妹就在岸边眼睁睁冷漠地看着，没有救人，转头就走。我爸妈就那么沉了底。勉力从回忆漩涡里挣脱出来，深吸口气，我假装很平静地问：看来婶婶没有告诉你，估计是怕你压力大吧？没关系，我打给她。说罢，我就拨通了婶婶的电话，开扩音放在了驾驶位旁边。堂妹马上就变得不淡定了，可我视若无睹。电话接通后，婶婶亲切地喊我：天意啊，怎么了？婶婶，我现在跟堂妹在一起呢，聊起我叔叔治病那事了。说实话，我是真不好意思提，但是婶婶，我这都失业半年多了，什么收入来源都没有。问起堂妹，她说这件事她不知道。你是说之前借你家那4万块钱对吧？
他知道的，你叔叔去世那天我跟他交代过。你看婶婶年纪大了，实在还不上，我就交代给他了。天意啊，你堂妹工作也不是太顺利，老是被老板吼。你看这钱能不能再缓缓？婶婶也给你想想办法。我看向堂妹，堂妹默不作声，表情不太好。看来她自己作妖，婶婶八成没有跟着参与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她的工作哪里不顺利了？几百万的货说运就运。我挂断电话，还未等开口，堂妹就埋怨道：“哥，说实话，你今天让我有些失望。怎么呢？因为我跟你要钱？不然呢？我爸去世后，我妈伤心不已，这才过去没1年，你就旧事重提，你觉得做得对吗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我觉得自己做的没错。叔叔的死我也很难过，但我爸也需要钱治病，他也要活命的不是吗？谁也没想让伯伯死，我就是说，你要钱这个时机不对。堂妹的语气开始变了，仿佛一触即发的样子，像个炸毛的刺猬。我假装没看出来，继续又道：“要钱还需要看你心情吗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，叔叔患病那会儿，借钱有多难吧？据我所知，你们统共没借到5万，其中光我家就给你们拿了4万，且是我爸癌症需要治疗的前提下，顶着压力借给你们的。堂妹，做人要知恩图报。”闭嘴！堂妹突然暴走，还有脸让我知恩图报？我爸就是因为你们才死掉的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啊？叔叔的死关我们家什么事？还以为有什么误会，可堂妹接下来的话让我意识到，她简直自私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了。你们家明明有额外的钱，为什么不拿给我们？你爸患病，但是不致死，我爸可是在生死边缘呢。什么亲兄弟？亲兄弟就是这样藏着掖着，不肯给钱帮忙吗？我闻言愣住，谁告诉你我家有钱的？我爸生病，我也欠了一屁股债，当初借给你们的2万，那还是我求爷爷告奶奶去朋友那借的。房子呢？你们家有房子，把房子卖掉不就有钱了？你贪慕虚荣，学人家去大城市买房子，结果自己亲人生病都不管不顾，你还有脸跟我要钱？我差点被气笑了。首先，我们去城里买房子，绝不是因为什么贪慕虚荣，那是刚需。后来，更是因为爸爸查出癌症后，这里离医院近，方便化疗，不用来回奔波。其次，虽说是亲兄弟，那也得明算账吧。当年是我爸支援的他弟弟，我叔叔上的学费、生活费，我爸全给掏了。后来叔叔娶媳妇，我爸又帮着出了一笔彩礼，说是长兄为父也不为过了吧。但是后来叔叔可没反哺过我们家，大家各自有了小家，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，日常走动也是他给1份礼，我们家还1份。以前我爸给堂妹包200红包，我叔叔可就只包给我100，净赚100。这样类似占便宜的事儿也不少了。抛开上面不谈，退1万步说，我家凭什么卖房给他爸治病？这不流氓说辞吗？堂妹，我家没义务卖房去帮你们，房子卖掉，我们去睡大街。另外，我现在跟你说的是借款问题，你只需要考虑这个就行了。停车，我要下车。堂妹突然嚷嚷着要下车，我稳靠在路边，堂妹直接冲下了车，把东西卸下来，我不用你拉了。我冷哼一声，行，你自己找人来搬吧，全程我不参与。堂妹没有理会，冲到后备箱就准备开门。这时候我却猛然发现，她刚刚一直藏在身后的右手手腕上没什么异物，就是一个手镯。手镯她藏什么藏？打开啊，我要验货。堂妹吵吵巴火，一边拽后门，一边朝我咆哮。这时一个念头飞快闪过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上车的时候货物就已经是坏的？不然她怎么敢当着我的面大张旗鼓验货？我顿时有些举棋不定，大脑急速运转。堂妹还在不停的闹，让我开后车门。此刻骑虎难下，我只能硬着头皮拖延。钱都收了，几百万的东西我可不敢给你瞎折腾，起码得给你送到公司。不用你给我打开验货，我不用你了。堂妹却极其抗拒。我试探性的说了一句，不用的话也可以，你得跟我签一个不用我赔付的协议，万一东西坏了你自己承担。堂妹嗤笑一声，你是在做梦吗？我这里面几百万的货，你说不赔付就不赔付了。我不同意中途换车，你执意换那就得签。林天意，我是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人，我一点都没惯着，直接反对。林雪玲，我也没见过你这种阴险狡诈的。堂妹流露出明显的不安神情，看来她是很诧异被我猜出了她的想法吧。想好了吗？我给你送到目的地，还是你签协议？堂妹深吸口气，送到目的地我自己打车走，你自求多福。说完她头也不回，拦下一辆出租车就走了。确认表妹已经走远后，我的心脏开始狂跳起来。打开后备箱，我来到那几个包裹跟前，我要打开看一下，确定这些货物到底是不是上车前就是坏的。如果是，那我可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。尽量抑制着双手不要抖，我一边拍摄视频留证，一边缓慢打开其中一个厚厚的包装。慢慢掀开后，
接下来的一幕让我差点窒息。完蛋，真被我猜对，里面的东西原本就是坏的，外面包装完完整整，光泡沫就包了3层，可里面东西稀碎。堂妹就是抓准了我这个人随和还念亲戚情分，根本不会上车前验自家人的货。她这是吃定我了，小心翼翼将包装恢复成原样。我坐在驾驶位上思忖良久，最终一咬牙踩动油门。只是半路上我买了一个木质镐把，放在了副驾驶。讲道理的怕横的，横的怕不要命的。只要我能先保住自己，后面的事自然能迎刃而解。到达目的地，堂妹叉着胳膊站在路边，看来已经等了我很久。车刚停稳，她就迫不及待地催促：“怎么这么久？早知道不找你了，拖拖拉拉的，马上给我搬进去，自己找人搬吧，我没有这项服务。”堂妹横眉冷目：“好，我要先验货几百万的东西，谁敢保证有没有被你颠碎？”她登上后车厢，我则警惕地跟在后面看着。结果箱子还没打开呢，她就开始喊了：“碎了，全都碎了！你是怎么运输的？几百万的东西就这样碎了，你得赔200万！我连脚心都没走一下，直接回怼。你装箱子的时候里面就是坏的，现在还怪我颠坏了？胡说八道！我们装车前都验好了，就是你弄坏的，是吗？带水印的验货视频给我看看，我看能不能跟我接货的时间对上。”堂妹根本不听我解释，直接当场崩溃大哭起来。我冷笑，不得不佩服她的演技，真不是一般的好。紧接着，上辈子凶神恶煞的人从公司里跑了出来，足有8个。堂妹哭着喊道：“这个司机把我们公司价值100万的货物弄坏了，我让他赔他不肯，还要打我！他妈的，我看谁这么猖狂，站住别动！”那8个人朝我跑来，我不紧不慢地从副驾驶拿起之前买的那根镐把。虽说我忙于生计，没专门练过，但是大小下地干活，身上的肌肉不是白长的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道理是给讲道理的人讲的，对这种无赖没用。上辈子我只顾着讲道理，没想着反抗，这辈子后退一步算我输。事实证明，武功再高也怕菜刀。见我拿出镐把，那几个人直接不敢往前靠了。马德，弄坏我们的东西不赔，你还敢反抗？把东西放下！我没说话，而是自顾自地拿出手机报警。只要警察赶得过来，那一切就都好说了。可见我要报警，他们瞬间不淡定了，几乎一起冲上来就要抢我的手机。我举起镐把，直接砸在了其中一个人的身上。混乱中，我手机掉在地上，碎了。堂妹指着我，自己弄坏东西还要报警，我从没见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人，赔钱，赶紧赔钱！我紧握住镐把，虽然没说话，但实打实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见刚刚被打的那人嘴角见血了，其余人也成了软柿子，再不敢乱动。车上的东西还要不要？要的话赶紧拿走，我要回去了。你敢走？走的话我就报警。堂妹继续叫嚣。我报警你不让，现在拿报警吓唬我？我上车拿下备用的无卡手机，打开了录像。看好了，我过来送货，是他们自己不熟。里面的货品是这样的，外包装是这样的。录完，我还特意录了一下后备箱。录完以后，关闭车厢，直接开车走人，一气呵成。目的地派出所，事由敲诈勒索，一切动作进行得太丝滑了，甚至没给堂妹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。到警察局后，来接待的警察马上询问我：“你就是给奇迹公司送货的司机？”我直呼好家伙，堂妹那些人还真敢报警，是真有勇气，还是纯不懂法呀？我是。哦，刚刚有人报警说被人劫持走了100万货物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把警察带到了外面，这就是他们100万级货物。我从 A 镇出发，到他们公司全程大平路，没有一点颠簸。结果刚打开一个包装，他就跟我说东西全坏掉了，让我赔200万。说罢，我还特意给警察看了看外包装。你看这包装里外完好，这货品也不是一碰就碎的东西。我十分肯定自己就是被敲诈勒索了，所以专门拉过来报警。我得留证啊，您说是不是？警察检查着包装，随即皱起了眉头。确实，这包装这么好，里面怎么会是坏的？就这些东西值200万。我呵呵一笑，意味不明道：“不清楚。”警察同志琢磨了一会后，叫来了个老干警过来看。俩人拍照取证这么个功夫，堂妹就杀了过来。进了警局，就气势汹汹地朝我跑过来。就是他劫走了我们的货物，弄坏后还敢私自带走。警察同志，快把他抓起来！还有，他还打伤了我们公司的员工，简直就是土匪！警察同志一声厉喝，让他们不要在警局大呼小叫。堂妹愤愤闭嘴，转头把被我打伤的那人拽了出来。看看，这就是他拿镐把打的，都把人打成什么样了？这是故意伤害。另外就是我们的货品，几百万的东西就那样被他给弄碎了。警察问我：“这是你打的？”是，但我是正当防卫。他们8个人围着我想动手，我只能被迫保护自己。胡说八道！当时现场就我们2个人，我们想跟他理论协商赔偿问题，结果他直接就下手了。堂妹为了泼我脏水，
只带了一个人来警局。闻言，警察看我的眼神有了些许变化。堂妹趁热打铁，继续叫嚷：“我们维护自身权益还有错吗？如果你们不信，完全可以去调查。”警察拿出记录本，例行询问：“在哪里动的手？附近有无监控？”没有，监控器早就坏了。我也是怕这个，才把当事人叫来的。他既然自己承认了，你们直接抓他，让他赔偿不就是了？你们各执一词，我们怎么好直接抓人？问你问题就回答，不要扯别的。看堂妹一直激动不听人话，警察也是烦了。堂妹喘着粗气，气愤点头：“好，没监控，没监控，我也不信他能逃脱制裁。”看着他被憋得满脸通红，我呵呵一笑：“没监控，故意弄坏监控的话也属于犯法。我没有，那监控是早就坏的，没关系，你没有我有。”我来到车边，拍了拍车厢示意：“360全景，你要看哪个角度的？”啊，路上我还斥巨资换了个这玩意，就是为了录下他们作妖的一幕。堂妹顿时语塞，张着嘴没了话，估计是没想到我还能半路装上这玩意。警察闻言，马上要求我打开监控回放。可正当我准备操作的时候，堂妹见状，急得居然开始撒泼耍赖了。她大手一挥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没天理啊！几百万的东西被人弄坏，工人还被无缘无故的打了，我死了算了。喊完，他就闹着要去撞车厢。警察赶紧将其拦下。我懒得跟他这种泼妇掰扯，看都没看一眼，直接把监控调出。警察同志，来看吧。另外，除了敲诈勒索，我还要告他一条诽谤。一名警察控制着堂妹，不让他再有什么轻生的行为。另外一名警察走到我身边，开始查看监控回放，还边看边用手机录了下来。录完后，沉声道：“你们都进去做笔录。”我、堂妹和他那个工人都被带进了审讯室。我当然是如实做笔录。至于堂妹那边扯了什么谎话，我一点都不好奇。反正我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审讯室里呢。搞定完后，我问警察：“那车货物怎么办？”“我们先扣下了，需要进一步调查。”我点头，随后要求道：“我要求做技术鉴定，看货物上面有无指纹，人为破碎还是运输破碎，包装有无撞击痕迹。如果技术鉴定判定是我造成的，我赔他200万，包括技术鉴定费用。如果是他故意诬陷我，意图敲诈勒索，那请秉公行事，让他承担技术鉴定费用的同时，我不接受私了。”警察点头，笑着说：“看来你对这方面还挺熟悉的。”我笑了，养家糊口的必备技能，要是送个货都能随随便便被人敲诈，那恐怕整个运输业就没人敢干了。我说的很委婉，实则内心非常愤怒。上辈子他们连申诉的机会都没给我，就害我当场丧命，所以这辈子我才会买那把镐把，无论如何也要度过那关键一劫。看来我的做法是正确的。打车回家，再次见到父母，我心中充满了酸楚。本来自己事业无成，爹妈没跟着我享到什么福，上辈子还落了个那种下场。好在又重来一次，憋回伤感，我开开心心的亲自下厨做了顿丰盛的晚餐。吃饭的时候，爸妈问我今天是不是帮堂妹拉东西了，我只是点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好歹也是亲侄女，不知道堂妹是什么样的人也好，我也不想再给他们徒增烦恼。可谁又能想到，饭吃到一半，婶婶来了，进门便哭着朝我跪下：“天意啊，玲玲小不懂事，你放她一马吧。”爸妈一瞧，顿时一头雾水，赶紧把婶婶搀了起来。怎么回事啊？天意，怎么了？爸妈追问。婶婶自扇耳光，哭着说道：“玲玲做了错事，她想坑害天意，结果现在被警察抓进去了。”什么？玲玲她怎么会坑害天意啊？爸妈震惊。我也不知道，这个不孝女，我也不知道她在搞什么鬼。天意，玲玲还年轻，要是真进去了，她这辈子就完蛋了。看着婶婶痛哭流涕，为家人操碎了心的样子，我抿了抿嘴：“对不起婶婶，我不能和解。”婶婶一听，双目一度失神，险些晕倒。我狠了狠心，继续说道：“他犯的错已经到了无法原谅的地步，我给过他机会了。天意怎么会到无法原谅的地步呢？他有没有可能就是跟你开了个玩笑呢？”婶婶还在做最后的挣扎。我摇了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婶婶，您知道他想讹诈我多少钱吗？200万，这是要我倾家荡产啊！他特意雇我给他送货，然而送货前他就故意把东西弄坏了，想嫁祸给我，甚至他还想要我的命。”3句话把婶婶和我爸妈震撼得睁大了眼睛。200万，还想要你的命？是，而且从某个层面来说，我已经死过一次了，包括我爸妈。看着几人糊里糊涂，我叹了口气。当然，这个没必要细说，我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绝不私了。说完，我不再开口，而是直接转身进了自己内屋。婶婶不知道在我家哭了多久。走后，我爸妈来我屋子里，
我知道他们的想法和用意。没等他们说话，我就抬手打断道：爸妈，这件事没有谈的余地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原以为这件事会就此画上句号，十拿九稳。毕竟证据确凿，技术鉴定确认货物是在装车前遭受损坏的，上面还有他们公司员工张俊的指纹。然而谁曾料到，在法庭上却出了差错。堂妹的辩护律师仅用几句话就让堂妹转危为安了。货物破损的事儿，我当事人确实不知情，不清楚是在装车前就坏掉了，所以才会做出过激的举动。货品经过估值，确实价值100万。我手里的这份是估值报告。综上两条，我当事人够不上敲诈勒索，顶多是不清楚事实，行事过激。但是呢，我们愿意跟林天意先生道歉，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。我不得不佩服专业律师的能力。在法庭上，堂妹向我投来一个挑衅的眼神。法官问我接不接受调解，我不接受。我一语回绝，说了不接受私了就是不接受。我既然可以100%确定他诬陷我，那我也相信一定有漏洞。法官提醒，如果不接受和解提议，一旦案件的时效期届满，就会直接宣判。我点头表示了解。而堂妹也因这场庭审证据不足被取保候审。出了法院，堂妹喜笑颜开，还在背后冲我挑衅：喂，哥你别气死了，我真没诬陷你，不是故意的，哈哈哈。我冷笑一声没说话，大步离开。接着我跟律师打听了下，决定去找损坏物品的当事人张俊。律师提醒我一定要小心谨慎，要是私自调查取证，不贿赂不胁迫还好，要是用非法手段，那后果将非常严重。我反问，要是他做假证，是不是也得进去？律师点头，那是肯定的，毕竟敲诈勒索的金额太大，一条线上的都会受到牵连。那就得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先是约见这个当事人张俊，结果被对方无情拒绝，看来是被人拿钱堵了嘴。这条路行不通，我枪头一转，着手调查他的身世背景。恰好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，我就托朋友给搭个话。然而还是无功而返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来硬的了，直接在他工作单位外面堵他。那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。张俊，对，你是？我叫林天意，之前联系你的那个。一听我的名字，他就表现出了极大的抵触心理，转身就要走。你是想坐牢吗？我大喊一声，张俊吓得直接站定在原地。坐什么牢？你说的是啥？别装了，司法技术鉴定都已经确定，那些货品是装车前就坏掉的，上面还有你的指纹。张俊沉默了一会，有我的指纹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坏掉了，货物有保险，意外损毁能赔钱，反正也不用我赔。是吗？我走上前去笑了笑。你可以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你得知道你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。现在我把林雪玲告上了法庭，她敲诈勒索，跟我索要200万赔偿。后来因为你一个假证，导致案件出现逆转。你可以嘴硬一直不说，但是我可以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会揪着不放，不管5年还是10年，我非调查个水落石出。没有不透风的墙，你摔东西的时候附近没监控，附近没人偷看，没人知道你收了钱，没人会嫉妒你，就确定没人偷录像。我可以失败无数次，但是你失败一次就完蛋了。做假证你就是帮凶，回家查查法律，是那点封口费合算，还是几年的自由核算？哦，对了，你这年纪上有老下有小，你要是出事，想想后果多严重吧。说完我就走，都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我坚定的背影，正是冲击他心理防线最有力的武器。晚上，堂妹无所顾忌的来我家贴脸嘲讽，那自大的态度简直不堪入目。我爸妈也算是彻底看清了这个人。林天意，你看我现在自由了，生气不？当时信誓旦旦的要把我送进去，结果呢？我今天来没别的意思，是想好好跟你们说说我爸的事。我爸的死，你们逃脱不开干系，这件事完了，咱们还有以后呢。我的路越走越顺，地位越爬越高，但是你这辈子只配送货。看着他如此嚣张，我妈冲上去跟他理论。你爸生病，没人给你们家拿钱，我们还给你拿了4万呢。闭嘴！你们家应该卖房拿钱给我爸治病，你们当时为什么不卖房？我的父母瞪大了眼睛，满眼难以置信，他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也懒得跟他交涉，直接把他赶走。眼下就看我今天对张俊的警告效果如何了。2天后，在经过一番挣扎后，张俊主动拨通了我的电话。他有些局促，问我如果自己如实交代会有什么后果。我爽朗一笑，啥后果都没有，我肯定不追究，只追林雪玲的责任。然后第2天，堂妹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通知开庭。看到张俊出现后，他马上就慌了。你干什么来了？张俊没回答，直接开始交代一切。堂妹全程傻眼。张俊说完后，他情绪直接失控，他胡说八道，他冤枉我，我没有，
我没有。张俊明显也慌了，居然当场拿出手机，把聊天记录调了出来，里面如实记录了堂妹如何操纵他，要求他破坏货物，栽赃给我。这才真是铁证如山了。堂妹腿下一软，瘫坐在了椅子上。张俊连忙求饶：“我知错就改，我坦白从宽，你们别追究我。”张俊逃过一劫，因为还未酿成事故，再加上主动上交受贿的钱财，只受了点经济处罚和警告。至于堂妹，被正式拘捕，被现场带走。银手铐铐上去的那一刻，他歇斯底里，就跟疯了一样。林天意，我饶不了你，我永远都饶不了你。我呵呵一笑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。至于将来，等他出来，一个跟社会脱了节的人，想怎么报复我？我和朋友此前投资的项目已经有结果了，即将腾飞。未来我会更加努力，努力飞得更高，让这个堂妹永远也无法靠近。